以龙神附体状态施展武魂真身光明龙神体，会自然进化为龙神降临。冰地之势。是刺自己一刀，还是我刺他一刀？立储，群臣上表，要朕趁着春秋鼎盛，早立皇储。陛下，您的身体，朕的秘密，只有你知道，也同样，只有你能替朕分忧。这里是朕的遗传基因，橘子，你要用它为朕诞下龙嗣。橘子，敢不辱命？傻丫头，不要想得太多。朕说过，你生下的孩子就是朕的孩子，也只有朕才有资格做他的父亲。这段时间，你留在宫里专心备孕，前线的事务先交由临海将军暂时接管。是，陛下。梧桐，这是哪里？龙逍遥呢？我自伤9刀18洞，怎么现在一点痛感都没有了？伤口不见了，这是魂力如惊涛骇浪一般，比以前还要强悍，而且我的魂力直接冲到了80级瓶颈。雨浩，你醒了！你终于醒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竟然足足昏迷了7天之久。7天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你干什么？知道疼就不是做梦了。秋秋，雨浩才刚恢复，你别闹了。哎，你快说说，你怎么去天斗城了？唐武桐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你了？你不是说他不是王敦儿吗？武桐，是他送我回来的吗？他还好吗？他回来后看你身体无恙就走了，什么都没说。看来是龙逍遥放我们回来的。可是他逼迫我自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喂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去找大师兄。
玉浩，你醒了，快坐下说。你安然无恙，真是太好了。我没事了。你真是屡教不改。任务只是潜入龙城获取稀有金属，你怎么跑天斗城去了？大师兄，你可别生气，我这也是有原因的。原因？我在龙城和极北之地2次狙击日月帝国的先遣部队，想要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，只能绕道。而天斗城是战略要地，我也是想顺道打探一下情报。情报？什么情报？小雅老师的情报。小雅？唐门旧址就在天斗城，小雅老师也是天斗城出身。我进入天斗皇宫探查，虽然没有找到小雅老师本人，却抓到了一个舌头。舌头？快，问下他知不知道小雅的下落。魔尼。玉浩，你……大师兄，你别出声。这里是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你只需知道我是钟离教主派来的人。你是供奉堂的人？属下楚延伟见过供奉大人。你为什么会晕倒在皇宫旁边？是什么人将你弄晕的？有一个魂圣入侵皇宫，属下追击中被他击中，就失去了意识。废物！圣女现在何处？此事我需亲自向她汇报。蓝衣圣女此刻就在天魂帝国前线。另一位呢？另一位，他不是因心火不稳被教主留在总部了吗？不对，你不是圣教的人。亡灵魔法，控魂之火。说，圣灵教总部在哪里？总部在。不好！这里是贝贝的房间。我们没事。宇浩，居然给下属灵魂下了诅咒，一旦说出禁词，就会自爆。不过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。萧雅老师在天魂帝国前线，小桃姐在圣灵教总部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救人。事关重大，我们去请示一下海参阁。什么？唐雅的消息？我们探查到小雅在天魂帝国前线，打算组织人手去救她回来。不知道学院方面近期有什么行动？唐门的动作对学院会有什么影响？有什么影响？我们不仅要救出唐雅，老夫还要派出至少2名封号斗罗给你们压阵。就让韵之和少哲一起来吧，他们都是超级斗罗，有他们在，成功率能高上不少。玄老英明。啊，对了，玄老，那个唐舞桐回来以后怎么样了？他把我救回来，
我想去看看她。她闭关修炼了，这丫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救你回来之后，我就觉得她精神有些恍惚，然后她就跟我说要闭关修炼去，谁也不能打扰她。这丫头的天资极好，希望她这次闭关有所收获吧。好了，你们回堂门准备一下，我们尽早出发。是，玄老。天门哥、冰帝、玄女，我昏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的身体这么快痊愈了？龙逍遥呢？我们当时可是紧张极了，随时准备跟他拼个鱼死网破，但没想到。一个至情至性的年轻人，若非这枚龙丹需要你身体没有任何抵抗，且处于绝对虚弱状态才能生效，老夫又何必费心设下此局？龙丹，所谓龙丹，就是龙的内丹。巨龙成年之后会凝聚一种能量体来淬炼灵石，那就是龙丹。龙丹之于龙，就像你们人类魂师的魂核一样，极其珍贵。魂核？这也是你短时间内接连突破，直接达到80级瓶颈的原因。龙丹最大的作用就是帮你净化身体，提升血脉、骨骼。你服下之后，身体强度已经跟巨龙无异。哪怕是一直突破到极限斗罗那个层次，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承受不了的问题。那龙逍遥把龙丹中的一部分力量作用在你的身体里，然后更多的则是压缩起来，凝聚在你胸口位置。将来如果你能修炼到在那里完成魂核的话，这龙丹中蕴含的能量就能够对你有巨大的帮助了。比之万载玄冰髓，龙丹的力量更加霸道，对你本体大有好处。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你凝聚第2魂核的时候，应该先选择在胸口完成，先吸收那龙丹的力量。那时候，就连你的精神之海都会变得像巨龙一样稳固。未来如果真的和帝天硬碰硬，也算有些资本了。龙逍遥居然在帮助我，可是为什么？从他说出的只言片语来看，应该是你的老师穆恩的嘱托。老师，说实话，老夫刚才已经被你感动到有些下不去手了。穆恩的嘱托，我却必须完成。溪水，我无法阻止它，也阻止不了它。对抗圣灵教的责任，只能交给你了。作为老师，他真的做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。老师，是您拜托的龙逍遥，可是他为什么要和圣灵教走在一起啊？不过现在，你也要考虑把小白接回来的事了。小白还在天斗城，我给忘了。我跟小白之间有心灵感应，这孩子机灵得很。在你们被龙逍遥带走后，他就循着你的气息一路尾随过来了。此刻正在……不够吃，真的不够吃。小白，
不好意思，小白，我来晚了。外公，小白，你可来了！我都要饿死了。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什么？外公对我真好。太好了，贝贝，有宋老和严院长出马，这次营救小雅的行动一定也可以顺利完成。大师兄，这次说什么也应该让我去了吧？轮也轮到我了。菜头，咱们唐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魂导器的订单都排到好几年后了。玄老师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其他人就属你最会制作魂导器，有你主持大局，我也放心。大师兄，你看，咱们唐门成立以来，只有一个人一年到头往外跑，宗门事务能推就推。偏偏这个人既有管理才能，又有极高的魂导师天赋，而现在他正好在宗门里面。二师兄，你可千万别背后下黑手啊！什么背后下黑手？我说的哪句话不是实情？这么说来，确实。大师兄，而且宇浩在日月帝国重点关注名单上，留在宗内暂避风头也是好的。我也同意让宇浩留下。轩老师，轩老师，我一定要去的。小雅老师不仅是唐门门主，也是我的大恩人，把他从圣灵教救回来，我当仁不让。你的心情我当然能理解，但是我要说，宇浩，你变得懈怠了。懈怠？轩老师，我在修炼上可是一点都不敢落下。现在的魂力已经达到80级瓶颈了。什么？80级？很好，那么我问你，你除了魂师，还有一个身份呢？您是说，魂导师？你的魂力一直在快速稳步提升，但魂导师等级却长时间停留在7级。要知道，你的对手日月帝国的强项，恰恰是魂导器与魂导师。如果不能挑战对手最强的强项，你谈什么击败对方？您说的对，要打败日月帝国，我必须在魂导器上有更大的突破。很好。8级分解炮，3天内完成这件8级魂导器，我就同意你参加行动。小师弟，你去哪里？魂导实验室。分解炮是一种通过空间裂解产生强大破坏力的魂导器，堪称单体攻击力最强的魂导器之一。在任何一个级别中，分解炮都是制作最为艰难的几种魂导器之一。班长要做的可是8级分解炮啊，制作难度可想而知。就连轩老师那样的9级魂导师，制作起来也要费一番手脚。其实，我想让宇浩留下，还是有自己的私心在的。私心？秋秋从龙城带回来的冰级神经，我用了多种方法研究它的特性，最终得出结论：这冰级神经的品质，足以与当今任何一种最顶级的稀有金属相比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也就是说，它是能够制作9级魂导器，甚至是未来制作10级魂导器的材料。10级？而我受限于修为和自身武魂属性，是无法锻造冰级神经的。只有拥有极致之冰的宇浩自己可以做到。
为了将冰极神经这样的稀世珍宝锻造为旷世神兵，宇浩必须在魂导师一道上取得更大的突破。轩老师，您真是用心良苦。加油吧，宇浩！以我的天赋，9级魂导师就是极限了。只有你有机会去触碰那10级魂导师的极限。厉害！眼看着就是3天了，看来小师弟这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我们去了。是宇浩的方向。菜头，快去请轩老师。奇怪，宇浩怎么还没开始？好强烈的压迫感！宇浩身上散发的恐怖气息，仿佛是一头即将苏醒的洪荒巨兽。如果不是和这小子在一起时间长了，真的会以为他是一头人形凶兽啊！那是魂核。宇浩他已经凝聚魂核了吗？开始了。他在制作外壳。冰极神经。宇浩带回来的冰极神经真是极品材料啊！太神奇了，大开眼界啊！42块金属外壳，这么快都完成了。直接开始雕刻了，都不歇一会儿吗？8级分解炮的每一处细节，宇浩已经了然于心。锻造也应一气呵成，打断节奏反而不好。打造8级分解炮最难的地方，就是将24个核心法阵整合为3个中央核心法阵。这24个核心法阵，任何一个都比7级魂导器的中央核心法阵还要复杂。宇浩雕刻第2个核心法阵，只用了第1个80%的时间。当年我第1次制作8级分解炮的时候，足足用了6天时间，而这第1组核心法阵的雕刻，就用了3天。开始组装了。核心法阵再复杂，那也是核心法阵，需要的
只是更多的精力、魂力和经验，而我的魂力和精神力早已达到魂斗罗级别，甚至与封号斗罗也相差不远。他能成功吗？最后一步了。动了！冰针。最后一刀，也是最难的一刀。这一刀需要连续扭转18次，而且一气呵成，才能将法阵的魂纹完全铭刻进去。但最难的地方还不在这里，这最后的铭刻在稀有金属内部，必须将魂力凝结成细针进行雕刻，再精细的刻刀都不行。成功了，冰针18举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控鹤擒龙。恭喜你，宇浩。轩老师，你要亲手试一下吗？不必试验，我亲眼看你制作，没有一丝错误。臭小子，你现在是货真价实的8级魂导师了。这段时间你留在宫里专心备孕，前线的事务先交由林海将军暂时接管。皇后娘娘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，太医，开始吧。严院长。小家伙们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很好，
我们出发吧。真是残酷的战场。天魂帝国虽然国土损失大半，但依托军事重镇天灵城摆下大阵，暂时也止住了颓势。天魂、道灵、星罗3国联军相加，至少有50万大军在这里。而与此相隔50里外，日月帝国也至少有30万大军与之对峙。这次行动只为营救小雅，切不可恋战。我们到了。您是宋老吧？我是天魂帝国的维娜。维娜公主不必客气。前线局势如何？还算稳定。宇浩，你也来了。快，诸位请入帐详谈吧。顾一姐，你看这家伙走到哪里都受女生欢迎。谁让人家确实年少有为，又气宇不凡了？怎么，你也心动了？你说什么呢？别乱传八卦。维娜公主有未婚夫的。自从星罗帝国攻入日月帝国本土之后，日月帝国对我方的攻势便停止，只是依旧在全力封锁我们的侦察。目前最困难的便是侦察，在探测魂导器方面，我们和他们差的实在是太远。天魂帝国目前能调动的顶级战力还有多少？日月帝国有备而来，趁着我国后方防守空虚，发动突袭。调用了多台9级魂导器，对我们这边的强者进行传射击杀，且有邪狐师趁乱袭杀，我们猝不及防，损失惨重。日月鼠辈竟敢偷袭，众里小儿，胜之不武。一个活口都不要放过！必有文气！宗主，白骨先走一步！一九魂技，千丝万缕。地球魂技，空中归虚无间刺。我们本体宗一共11位封号斗罗，
目前已经战死3位，包括我的老师在内，还有4位重伤，暂时都不能参与战斗。本体宗弟子伤亡更是超过了1/3。双生武魂的维纳公主，天魂帝国未来之星，今日必葬身于此。日月神针。永远离我而去了。公主殿下应该知道我们的计划吧？我们这次前来，主要目的是救回我们的学员。如果力所能及，会帮助你们。宇浩，你去过敌方前线，这次你怎么看？既然公主说侦查困难，那么我们不如就从侦查开始。先侦查到小雅老师所在和日月帝国的部署，再谈如何展开行动。侦查人不宜多，就我一个人吧。我陪你去。既然有宋老您陪同，那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办法。高空探测混导器，地对空探测混导器，密密麻麻的，连一只苍蝇都休想飞进去。不愧是日月元帅的大本营，徐天然果然不惜血本。我还以为是来了多强的魂师，原来就是个小家伙。才不过魂圣修为，竟然就敢窥视我日月帝国大营，邪魂师！现在才发现，不是有些晚了吗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，汤武兄弟，可以跟我们详细聊聊吗？等总决赛之后再聊吧。好久不见。南宫盟主，请加全网4K 首发 Q 群1060925186，抢先看泄露剧情。号天武，这位是假面斗罗。两位前辈，我只是一名负责侦查的侦察兵而已，二位又何必为难我呢？当初在名都魂导师大赛，你可是卷走了水吨级的稀有金属。叶雨林的日月神针姑且不说，9级定装魂导炮弹毁灭风暴可是我教之物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还往哪里跑！跑？我为什么要跑？赤影斗罗宋印之，超级斗罗，哼！精神探测共享能力。
棍，第六魂技，魔物奇袭。第四魂技，精英附体。第七魂技，五环斩杀。第九魂技，第八魂技，火冲虚天劫绞杀。不好，不好！群体虚弱。第七魂技，五魂真身。第八魂技，轻舞辽华。这老太婆太狠了，只能挟持住那小子，不然我们都得交代在这儿。我来拖住他，那小子交给你。八魂技，火冲领域，精神系技能。来得好！命运头骨技能，灵魂暴震。第六魂技，灵魂剥夺。怎么会？第五魂技，重影残技。原来是个逃跑的技能。第六魂技，命运之伤。八级分解炮。这孩子，综合战斗素质已经不低于封号斗罗了，真是个怪物。咱们走吧，宋老。我死了吗？你以为老身会让你痛痛快快死掉？哼！魂力，我的魂力在急剧流失。你修炼到现在这个层次，不知道害了多少人。我这是替天行道，没有直接杀掉你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不要，求求你了，给我留下魂力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哦，堂堂溪水盟盟主，天无斗罗南宫丸，居然是个软骨头。汤武兄弟，不，我小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我一命吧，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不废了我就行。我的武魂是天无，不像其他血魂师需要杀人或者吞噬灵魂来提升魂力。我这一路修炼过来，没杀过几个人。你们圣灵教有多少人？又是怎么划分的？
我们圣灵教最高统治者是太上教主，也就是死神斗罗叶吸水。除太上教主外，圣灵教还有教主和副教主各一位。教主名叫钟离乌，副教主叫凤灵。2位教主之下，就是2大圣女和8大长老。8大长老全都是封号斗罗级别修为，我就是长老之一。不过圣灵教的最强战力是供奉堂，供奉堂一共12位供奉，算是客卿，只有太上教主死神冕下才能指挥。首席供奉就是龙皇斗罗龙逍遥。供奉堂强者如云，连蝎虎斗罗张鹏这样的超级斗罗，在供奉堂都排不进前5。照南宫丸所说，圣灵教的封号斗罗超过了20名，其中更是有2名极限斗罗，这等实力确实惊人。你们8大长老都有些谁？大长老身份神秘，我不清楚。我排第2，假面排第7。3长老是明雷斗罗，魂力92级，他同时还是一名9级魂导师。4长老是幽冥斗罗，武魂幽冥剑，魂力93级。明雷，幽冥，我们今日旧账新账一起算。你们的2名圣女在哪里？火凤圣女在本部，由副教主凤灵亲自指导修炼。看来小桃姐再次被圣灵教控制了。另一位蓝银圣女，此刻就在天灵城外的大军帐中。小雅老师就在这里。看在我真心投靠的份上，求求你们不要废了我。既然你真心投靠，想必我接下来的手段你不会介意。亡灵魔法，控魂之火。怎么回事？我完全无法对他生起敌意了。这是控魂之火，你现在一丝反抗的意识都生不出来了。若非宋老将其重创，我也无法对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施展这招。现在，我们该回营了。二哥，2位长老还没回来吗？回元帅，所有贪子魂导器都已经开启到最大功率了，而且还派出了10支魂导师小队在空中进行搜索，确实是一点踪迹都没有发现。还没有消息？你手下的人都是饭桶吗？银海，国师息怒，我已经加派人手了，目前确实还没有消息。我林海自帝后回都辽阳以来，接任日月30万大军元帅之职，怎么说也是帝国重臣，堂堂魂斗罗级强者，在他钟离乌面前，简直跟蝼蚁无异。报，天武冕下和假面冕下回来了。这座大营充满了死亡的气息，周围都是圣灵教的强者。我的精神力要时刻保持最强状态，否则稍有不慎就会暴露。左侧这一片都是我教的营地，前方那顶最大的营帐就是钟离教主的。圣女的营帐就在教主营帐的旁边。2位冕下，国师有事召见。
钟离屋，难道被发现了？参见教主林海元帅。这个林海是日月帝国30万大军元帅，怎么坐在自席？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家伙很滑溜，是一名精神系封号斗罗，实力一般，但速度很快，而且感知也很强。发现我们之后，他立刻掉头就跑，我和假面就追了过去。不过那小子有接应的人手，我们追到天魂帝国军营那边，怕中了他们的圈套，就没有继续追下去。还有什么发现吗？有的，教主，我们看到了史莱克学院的人。史莱克。接应那名精神系封号斗罗的，就是史莱克学院的。他们放出了一个史莱克学院的信号，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没有过于深入。长久以来，我教最大的对手，不是本体宗，而是这史莱克学院。史莱克学院有着上万年的沉淀，门徒遍布天下。一旦史莱克学院登高一呼，响应着山呼海啸，这也是4000年前日月帝国最终失败的原因。这次大战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史莱克学院虽然还没有摆明车马加入到战争，却也早已暗中介入。明斗山脉就曾出现他们的影子，现在这天灵城前线终于也来了史莱克学院的人吗？教主，看清楚那些史莱克学院的人使用的武魂了吗？只看清了一个，那应该是一名超级斗罗，武魂是一只金色凤凰，实力十分强大。手下自问，在1对1的情况下，也没有把握能够战胜他。鸣凤斗罗严守哲，竟然是他亲自来了。既然是他们来了，那就让他们放马过来吧。林海元帅，请国师吩咐。加强戒备，增加探测，一有发现立即汇报。区严少哲还不是本座的对手，但若能拿下此人，对于要挟史莱克学院大有用处。是。南宫、假面，你们都下去休息吧。是。等一下。假面，教主有何吩咐？你已经很久没有提升了，不要净想着玩乐，好好努力。你的武魂十分特殊，兼具控制和精神属性，未来若能修炼到超级斗罗，那对本教的帮助是非常大的。教主，你也知道，我的魔躯修炼起来太困难了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没有足够的强者灵魂给我吞噬，提升实在是步履维艰。要不教主，您再给我拨点资源。少来这套！你要是能凭自己实力提升到94级，本座自然会给你资源，助你突破超级斗罗。可你现在才91级。是，属下回去一定努力。走吧。还好事先跟南宫婉对过强名斗罗的情报。让圣
大地，让生灵降临人间，让圣光普照大地，让生灵降临人间。假面，今晚好好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假面长老，您可回来了！滚出去！老夫要专心修炼，不得打扰。很好，没有监视设施。终于来了，于浩，你这亡灵般为面真是神奇。可惜，亡灵气息与我的光明凤凰相互克制，对我来说，多待1秒都是受罪。这个20多万年修为的冰熊王，怎么也听你的话？小白与我一位故人有救，放心，他不会乱来的。我已经大致探清日月帝国这边的信息，接下来早啊，老七。南，二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是说要见圣女吗？她正在用膳。一早醒来，肚子就饿得咕咕叫。走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去。一定是昨天的任务太辛苦了，等会儿一定要好好饱餐一顿。见过圣女，6供奉，生命气息十分微弱，却又散发出强烈的危险气息，仿佛体内隐藏着一头巨兽。不打扰2位了，假面，我们去那边。二哥，老齐，你们今天来的够早的呀！圣灵教3长老鸣雷斗罗。你滚到一边去！不是早，是昨天晚上就没怎么睡。二哥，请坐。老齐，你坐这儿。昨晚天魂帝国那边有人抵近侦查，我和老齐走了一趟，发现是史莱克学院的人。教主说那人可能是史莱克的鸣凤斗罗严少哲。我记得他是龙神斗罗穆恩的弟子。他很强，恐怕已经是超级斗罗了。来就来吧，我们和史莱克一战是早晚的事儿。咱们这边有几十万大军，还有日月帝国5大兽王级魂导师团在，更有教主亲自坐镇。他真敢来，就叫他有来无回。我想也是。大家赶紧吃饭吧。老七，听说你把2个侍妾给赶出去了？教主昨天训了我一顿，
说我玩物丧志，不好好修炼。我现在可不敢放松了。女色还是少碰点的好。不对吧？我怎么记得当初你在日升城可是囚禁了个地龙门的女宗主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跟二哥接着聊吧，我回去修炼了。老三，喝酒。二哥，这老七今天怎么阴阳怪气的？有吗？估计是昨天晚上被教主训斥了之后，心情不太好。站住！圣女，七长老，你的气息似乎有些变化。